强，但他已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知足常乐。戚薇垂下头继续吃海鲜，可这么多好东西他却吃得没滋没味。许鹤云吃了几口就感觉越来越不舒服了，他头晕，全身发热，好像是发烧的症状。怎么了？戚薇看出对方有些难受的样子，赶紧问道。可能是着凉了，没关系的。许鹤云强撑着笑了笑，但症状却在逐步加深。那我送你去医院好。斯里兰卡不比国内，是热带地区，即便是普通的发烧也得注意。戚薇说着走到他身边，摸了摸许鹤云的额头，果然是发烧了。没事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许鹤云被戚薇搀扶着去买单，之后便被这个家伙拖进了 taxi 送往医院。然而事实却证明戚薇所担心的问题发生了。检查结果，许鹤云患的是肌孔肯亚热症，这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播的类似疟疾的热带疾病，不会人传人，迄今为止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，只能靠患者的免疫力撑过去。戚薇没有办法推掉外景任务去照顾病中的许鹤云，她只好恳求医生在自己结束拍摄之前代为照料，还专门找了会英语的特别看护，24小时专门为许鹤云单独提供服务。老张和小杰为了让他快点回到科伦坡，都陪着他赶拍摄进度。原本4天的行程让他们压缩到了3天。第3天晚上，戚薇就坐着火车赶回了科伦坡。到医院的时候，许鹤云的情况已经稳定了，发热的状况有所好转。戚薇推开病房的大门，轻手轻脚地走了过去，坐到了许鹤云的床边。对方正沉沉地睡着，护士刚帮许鹤云换完了吊瓶，他还为戚薇端来了矿泉水。谢谢。戚薇小声向护士小姐说，随手递给了她5000卢比的小费。姑娘很开心，识相地离开了病房，关好房门。帅气的男人轻轻地摸了摸许鹤云的脸，已经没有发热的感觉了。许鹤云隐约觉得有人在触摸自己的面颊，便睁开了眼睛，见到的却是戚薇俊美的面庞。你来了。不知为何他还是有点开心，或许这可能是因为自己身在异乡被对方照料有关。我得赶回来看你这个病殃殃的美人啊！在他眼中，床上的这位确实是位十足的美人，尽管他们都不算青春年少了。许鹤云顿时觉得耳根发热，他受不了这种戏谑的恭维，可这家伙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没什么事了，你早点回酒店休息吧。戚薇一听就知道他又说错话了，为了让许鹤云不再计较，他只好说没关系，我多陪你一会儿，你想吃什么我帮你去买。话音刚落，腰包里的手机就唱了起来，铃声却是如此熟悉。许鹤云斜过脸望着对方，这不是他们2人3年前为台湾宠爱动画演唱的主题歌吗？怎么了老婆？半夜给我打电话还不睡？戚薇拿着手机和远在上海的妻子对话，他一定是想问自己何时回家的事。老公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得多待几天。我一个朋友得了肌孔肯亚热病，需要人照顾，不过现在情况稳定多了。戚薇瞥见许鹤云的眸子，心头不禁一颤，这目光就像优雅绽开的茉莉花一般的抓握着他的7寸。许鹤云赶紧扭过头，他有什么可吃惊的呢？即使这个男人仍然用那首歌当铃声，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是吗？